你敢回京见朕，说明汤州一案已经查得水落石出了吧？臣幸不辱命，已经全盘了解情况。不过此事重大，应该禀告皇上之后再行定夺。不错，不错，赐座。谢皇上。朕以为你拿了尚方宝剑以后，就会把一封就地正法，朕将为此事抱憾终生。皇上恐怕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否则或许会希望臣将王爷就地处决，以免烦心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一封除了汤州金库失窃一案，还有其他的？皇上可知道王爷为什么盗窃金库吗？朕也为此事百思不得其解呀。王爷盗窃金库，为的是颠覆朝廷，阴谋造反。你说什么？一封想颠覆朝廷？正是。潘，这种事可不能乱讲，是要杀头的。平居呢？这是王爷在金库的出入账本，他在金库存有黄金，是国库的1/3之多。还有，这是扶三国公主临死前交给臣的一个证物，是王爷亲笔所写，请皇上过目。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呢？臣请求皇上调派兵马，随臣到汤州缉拿王爷归案。难道汤州附近的州府都被一封收买了？臣自历经之后，一路之上碰到的贪官污吏，几乎都与王爷有关。汤州知府楼明，更是王爷刻意安排的人选，足见王爷势力庞大。王爷一旦造反，大清百姓必受战乱之苦。朕一向待他不薄，并赋予大权，对他全然没有防范之心，这样反而助长了他的气焰。看来朕错了，错了，错了。请皇上不要过于难过，还是先下圣旨将王爷押解回京，阻止阴谋发生再说吧。也罢，去叫周将军来见朕。遵旨。潘安，臣在。你觉得朕怎么处置一封算是比较妥当？臣以为非杀不可。不杀，朝纲大乱；不杀，民心不服。快！
把王爷给我抓起来！李公公，请用茶。谢了。公公深夜造访，是不是皇上有什么吩咐？不，是我自己来的。哦，公公有什么事情？潘大人，难道你猜不出我的来意？是与王爷有关？不错。请公公赐教。不敢。我只不过奉劝大人，皇家之事不同于一般，所以不能用律法横断。我只是奉劝大人不要过于深究，皇上自会应付的。公公所言可是皇上的意思？这倒不是，不过这几天皇上始终愁眉不展，连话儿都不说一句，心情沉重得很。既然不是皇上的意思，我看一切还是公事公办的好。你怎么不明白我的话？公公，虽然说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不过皇家之事牵扯到大清的安危，所谓国有国法，王爷蓄意谋反，危及了朝廷，就不能够以家务事视之，理当以大清律法论罪。你公公认为我说错了吗？潘大人，不是我李秀越权，爱多管闲事。就算你不顾及皇上的感情，你总该为格格着想。为了你，格格不惜冒犯懿贵妃，在皇上面前替你求情，你才有今日的平安。这份恩情，你总得找个机会偿还才是。格格的恩情，我会尽力去偿还。可今天，王爷所犯下的罪行已经到了天理难容的地步。我潘安岂能为了个人的报恩，置大清律法于不顾？你呀，还真是个死脑筋。潘安不敢有违职守，还请公公见谅。
算了，你就当我今天啊没有来过。哼！皇上，王爷带到。你们都退下，朕要和他单独一谈。臣等告退。一凤，有什么话，你可以直接跟朕讲。如今我已是阶下囚，没什么好说的。一凤，你我毕竟是兄弟，只要你事出有因的话，朕会从轻量刑。自古以来，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既然我谋事不成，甘心受死。朕想问问你，朕什么地方对不起你，让你如此怀恨在心？哼，你现在跟我谈手足情深，你不觉得太矫情吗？你对我做过什么事，难道你不清楚？朕始终不明白，朕到底什么地方对不起你？好，反正我注定无命可活，把话讲明了，死得也舒畅。有什么话尽管说。从小到大，皇阿玛一直认为我比你聪明，且有王者之风，能够担当重任，并亲口向我允诺，要立我为皇太子。而你呢？你表面上对我这个哥哥言听计从，私底下却居心叵测，挑拨离间。你在皇阿玛面前说尽了我的坏话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到最后，甚至我连皇阿玛的面都见不了了。而你正好渔翁得利，夺走了我的皇位。荒唐！无论你承认不承认，我夺回皇位都不是一件错事。还有，我和皇阿玛之间的误会，全是你造成的。朕可以坦白地告诉你，皇阿玛之所以收回他自己的成命，废了你的太子，不是因为任何人，是因为你自己。好，那么你告诉我，我做了什么让皇阿玛失望的事？你还不明白？你在皇阿玛面前争宠极尽表现，凡是你看不顺眼的，你势必要报复，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，心胸狭窄，恃勇好斗。皇阿玛看你如此这般，不得不收回成命，另觅太子。哼，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？一峰啊，你可能都忘了，在皇阿玛立你为太子的时候，朕曾劝过你，做了太子就要有太子的气度和风范，要广贤纳士，不要排除异己。可是你呢，一意孤行，一概不予采纳。哼，反正说来说去，你都不承认自己的错。错，朕确实有错。你有什么错？朕错就错在不该念手足之情，让你大权在握，太信任了你，以致让你颠覆朝廷。你们回来我就踏实了，我一直害怕王爷对你们下毒手。咦，王爷他发现自己上了当，急着追你都来不及呢，哪有功夫来对付我们？兰花辛苦了。我不辛苦，哼，他辛苦。
他。没，小墩子辛苦了。不敢。我现在觉得心里踏实多了。过去不踏实吗？是。过去我总是做些无聊的事情，但这一次跟大人和夫人一起出来，我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。大人、夫人，小墩子我今后一定做个有用的人。对了，你呀，今后一定要做一个有用的人。夫人，我明白。刘公子呢？唐红正其回宫复命，刘公子，他说有点私事，等会儿就回来。哎，有人来了，我去开门啊。哎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御前一品带刀侍卫刘翔，见过大人。别，你看，好啊，你还真会做戏啊！瞒了我们这么久，你都不肯泄露你的身份，闹了半天你是个大官。在下身负皇命协助大人查案，不得暴露身份，还请大人见谅。哎呀，这一次要不是你从旁协助我，恐怕我判案很难完成任务啊！此次与大人共事，对我受益颇多，尤其你公私分明方面，令我敬佩不已。哎呀，潘安愧不敢当啊！大人，过谦了。我咋就发现你们两个人，咋就那样的生疏，那样的客气起来了呢？不好！兰花说得对，虽然你恢复了身份，但不影响你我的交情，不应该太生分。如蒙大人不弃，在下愿意和你结为兄弟，不知大人意下如何？能有你这样的好兄弟，是我潘安的福气呀！对了，你现在就改口叫我一声大嫂。大嫂，恭喜大人夫人能与刘兄结拜为兄弟。刚才你是不是从宫里来呀？是的。听没听说皇上怎么处置王爷？皇上已将王爷交于宗人府处理。不行了！看来皇上还是心存袒护。我要去求见皇上，问个明白。你不要再耍性子了，以免惹祸上身。大哥，大嫂说的没错，即使是皇上心存袒护，我们这些做臣子的也不能过问太多啊。就是。为什么不能问？汤州一案由我负责，自然应该由我来结案。倘若皇上公然护短，又何必要我这个钦差？韩冉，你这是何苦呢？兰花，你应该知道我为官的目的。大哥，你别拦着我！你们要是拦着我，就不是我的好妻子，不是我的好兄弟。皇上，冷香求皇上念在骨肉亲情的份上，就饶了阿玛一次吧。倘若朕真想把他置于死地的话，就不会把他交给宗人府去处理。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。那就谢谢皇上恩典了。你也别谢得太早了。虽说朕不愿意让他死，但是他到底死不死，还得看他自己呀。冷香不明白皇上的意思。宜封他过分偏激，他始终认为朕在皇阿玛面前挑拨煽动，才使他失去了地位，因此他对朕
恨之入骨。这次在宗人府，如果他不肯认罪的话，朕也就没办法了。不会的，我一定会去劝阿玛，不能再错怪皇上，以免自误。香哥哥，只要你能够劝醒他，宗人府会给他一个机会。谢谢皇上。冷香立刻就去。皇上应该是很累了，要不要回寝宫休息？朕想一个人待会儿，你先下去吧。遵旨。等等，除了潘安之外，朕谁都不想见。奴才知道了。启禀皇上，是不是潘安来了？是。宣。遵旨。宣潘安进殿。臣潘安叩见皇上。潘安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启禀皇上，臣有愧于职守，因此请皇上将尚方宝剑予以收回。愧从何来？臣有愧于汤州一案死去的无辜冤魂。是一封对他们有愧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潘安忝为御赐钦差，专司汤州一案，且获赐尚方宝剑一把，理当上斩贪官污吏，下斩土匪恶霸。如今元凶落网，臣却不能依法惩治，还以受害者一个公道，臣岂能无愧？你是不是怪朕把奕风的案子交给了宗人府？皇上乃是一国之尊，臣岂敢有埋怨之意？不过，纵然圣意难违，不平之名势必从此传遍天下，恐怕将是朝廷的隐忧。你这是在威胁朕吗？臣不敢。不过，事实如此，臣理当力谏，以尽为臣之忠。你这恐怕是夸大其词吧？皇上，王爷残害大清子民，惹来民怨一片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王爷还毒害了扶桑公主，扶桑国岂能善罢甘休？你以为朕会怕那小小的扶桑国吗？奕风他与他们勾结在先，企图亡我大清，也算是罪有应得。百年来，扶桑国始终窥视中原，却只是忙于暗中活动，不敢过于明目张胆，就是因为没有发兵的借口。此次扶桑公主命丧中原，倘若皇上对王爷加以袒护，扶桑国必定会以此为由大举入侵。如此一来，纵然皇上有必胜之心，天下百姓也会饱受战祸之苦，所以还请皇上三思而后行。你说的虽然有道理，但是如此一来，老百姓要笑朕恐惧战争，甘心示弱。皇上一向以人治国，而且此举算是心存善念，使百姓免受苦难，颂扬圣德。况且不及，又怎么会以为皇上畏惧示弱呢？
皇上顾念兄弟之情，不忍以律法量刑，虽然是人之常情，不过此例一开，朝廷威信何在？你所说的话，朕会放在心里，并交代宗人府妥善处理奕风的案子。皇上，国事、家事、天下事，三者应以国事为先。宗人府负责处理皇家私务，而此案涉及甚广，并且危及了朝廷，不能等闲视之。臣恳请皇上维持原意，由臣专司此案。你是希望将奕风发落刑部由你来审理？恳请皇上恩准。手里有尚方宝剑，在哪儿审案不一样吗？尚方宝剑犹如皇上亲临，如果在宗人府审案，难免碍于情面，无法秉公处理；移交刑部，则意义就大为不同，等于划清界限，不再是皇家的家务事，一切都以大清律法论处。奕风已交给了宗人府，如果朕现在改变主意的话，恐怕会惹来非议。皇上放心，此事的一切责任由臣一人承担。你觉得你承担得了吗？臣自信，绝对不会让皇上为难。好，不过朕的为难之处，你也得放在心上。臣定不辱命。你下去吧。谢主隆恩。皇上，该不该将这尚方宝剑收回来呀？去。大嫂，你坐下来歇会儿吧。我相信大哥他不会有事的。你不知道他那个牛脾气呀，一发作起来啊，啥话都敢说呀。一旦顶撞皇上，可了不得呀！夫人，大人虽然生性倔强，但见了皇上自然会有分寸，你就放心吧。能放心吗？我就是不放心嘛，就是不该让他去。哎呀！下官见过格格。大人不必多礼了。谢格格。我还以为大人自汤州之后，从此就不肯见我了。不是不见，而是不敢见。为什么不敢见我？格格有恩于我，理当知恩图报。但是维护大清律法，朝廷尊严，潘安不敢有所徇私，因此心中有愧，不敢与格格见面。你是不是担心我会挟恩求报？格格一向深明大义，我岂敢以此度义？
倘若我真的以此为由，求你网开一面，你会答应吗？潘安宁可背负忘恩负义的骂名，也不敢代书职守，有愧于朝廷厚望，有愧于无辜的亡魂。你什么人都不肯愧对，为什么唯独愿意有愧于我呢？不愧朝廷是为忠，不愧亡魂是为义。格格的恩德仅对潘安一人有关，我岂能因一己之私而置忠义于不顾？大人，凤儿求求你了，你就饶了王爷吧。忠义固然重要，可是你也得体谅一下格格的一片孝心呐。格格对你是有情有义，你怎么忍心眼见格格即将丧父，而不施以援手呢？难道你一点也不同情格格的一片孝心，而愿意看着她痛苦终生吗？大人，凤儿求求你了，大人，你就饶了王爷吧，凤儿求求你了。潘安有负格格，宁可以死谢恩，也不敢有违国法，请格格恕罪。算了，这一切都是阿玛咎由自取，我空有一片孝心，也无法挽回。凤儿，我们就不要再为难潘大人了。我以为我一生无愧于人，看来对于格格，我这一辈子都得良心不安了。
人斩了吗？斩了。传旨，将一封厚葬。遵旨。请皇上节哀。你下去吧。另外，那个潘安一直都没有走，在外边跪了一天一宿。宣，遵旨。潘大人，随我进宫，皇上召见。潘，你真的打算辞官返乡？臣恳请皇上恩准。潘，现在朝廷正是用人之际，朕希望你留下。臣左思右想，还是辞官隐退，默默为皇上效力，反而更加能够报答皇恩。既然你能够明白朕，朕也明白你。李秀，奴才在。收回尚方宝剑。遵旨。潘，小的在。今日一别，恐怕难以再见。希望你多多珍重吧。多谢皇上的关心，潘安一定不辜负皇上的厚爱。你去吧。谢皇上。慢。潘，以后你有什么事情，尽管来找朕。谢皇上。潘安，告别皇上。你放手，放手！不能带开，那我们还是论租吧。什么是我心中所需？不负皇命，破案成凶，让王爷多多支持，不是你心中所需吗？哦，哎呀，好！格格怎么会来到这里啊？我是特地来为你送行的。哎呀，岂敢有劳格格大驾呀！大人有恩于我，理当如此。哎呀，格格言重了。
格格对下官关怀备至，一再请王爷为下官给予照顾，这份情谊才令潘安感激不尽。其实我并没有帮他什么忙，反而差点连累了格格。大人为了打抱不平，明知道不能为而为之的这种精神，实在令人钦佩。格格可别这么说，潘安惭愧得很。既然你对小女有恩，本王就更该助你一臂之力。我与兰花自幼定亲，这些年来对我不但照顾有加，而且无怨无悔。如果我背弃负心，势必一辈子良心不安，愧对双方死去的父母，更有违孝道。倘若用我的一条命，能够换取百姓免受战乱之苦，潘安死不足惜。谢谢大爷，谢谢大爷。对我而言，只要我喜欢一个人，我就能为他付出一切。但是什么？但是我必须知道，你是不是也愿意为我牺牲一切？除了入奥扶桑外，什么事情都好商量，包括国仇家仇，你也不计较吗？这个，你一定要老实的告诉我。橘子，我身为大清国的子民，当然会以国家大事为重了。难道你会眼见扶桑国有亡国之祸而置之不理吗？我当然不会。其实大清和扶桑一直都是和平共处的，除非有狼子野心的人，否则应该不会敌对才是。再说，两国交战，受苦的永远是百姓。你身为扶桑国公主，难道会眼见自己的子民饱受战乱之苦吗？你说的很有道理。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扶桑有意进军中原吧？你不要多心嘛，我怎么会有这个意思呢？有花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句话写的是情，也就是说，缘分到的时候，要好好把握，以免日后终身遗憾呢。你呢，有没有为什么人遗憾过？一句话还想问你，你真的是为了查案才接近我的吗？不是，不是，我爱你，我真心真意的爱你。我可以向你发誓，如果我有半句假话的话，天打五雷轰。橘子，橘子，我求你不要死！橘子，你不要死！橘子，你安心的去吧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今生今世，我绝对不会辜负你。
我知道是你为了我，才惨遭毒手。我会永远记住你对我付出的一切。为了还报你的这份恩情，我决定终生不娶，因为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够取代你在我心目中的地位。橘子，今生我们无缘成为夫妻，但愿下一辈子还能够与你相遇。到那个时候，再续今生缘。小墩子，夫人，你昨天去看过格格了？他可好啊？啊，他挺好的。哦，我和潘安也想去看看他。啊，这个还是不必了吧？咋？格格跟我说，他想一个人清静清静，好好修心，不想让人打扰。哦，他想清静。嗯。